总是需要小心呵护。最怕就係打風啊、暴雨天氣啊。萬一再遇到這樣的天氣，沒辦法翻身了。好的味道需要用心調製。我的雞好的就沒有添加料了。在異彩紛呈的味覺世界裡，如何讓五味調和？老廣的味道之五味。合理使用調料，正確控制火候，去除食物的異味，保持食材的本味，使食品甘而不厭，酸而不衝，辛而不辣，肥而不膩，鹹淡適宜。五味調和是老廣們不斷追求的完美，也是浮躁世界裡老廣們對食材和自然的尊重。連南高寒山區移民新村的房建文和其他瑤族同胞一樣，對熏辣菜式有着特殊的偏好。這次千年沿襲下的長桌宴，自然少不了當地特有的秘製美食。6道菜就是牛皮酥、纯竹葉、大合菜、牛血腸、豬骨頭包玉米，還有一個湯。房建文做菜是從7歲就開始的。過去父母要幹活，沒人煮飯，中午啊晚上要煮熟給父母親回來。房建文因燒得一手好菜，這次他要負責650人的長桌宴。不知道把它捏碎，這裡。我扔。不，來了。慢慢。看那個血有沒有清？冇乜血。可以了。煮熟的牛血腸要掛起來晾乾，在晾乾的過程中，汁水滲入牛血裡面，讓牛血腸味道均勻。瀝乾水的牛血腸切斷即可食用。牛血經過煮熟，口感軟滑，香料的香去除了牛血的腥，而外層的腸衣保留了韌勁兒。於是外韌內滑又帶有香味的牛血腸出人意料的美味。長桌宴是瑤族婚慶、節慶以及狩獵慶功的傳統宴席。如今，為了吸引更多遊客，在一些節日的前夕也會舉行長桌宴。連南瑤族尊盤戶為祖，每年的農曆10月16日是瑤族盤王節。一大早，房建文就要到菜場購買原料，為家人團聚的幸福時刻準備食材。有冇牛腳？有牛腳哦，咁樣係咪？哦。膝蓋以下只有皮跟那個筋，所以做得好的話，很好吃。是每一斤啊？3斤半。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有百里瑤山之稱。古時為了逃避戰亂，瑤寨一般建在大山頂上。現在路頭早很多了，這個過去呢，出去一趟縣城啊，要走1天的路程。前面就是我爺爺的祖屋，一直都不敢拆。今天準備一套瑤族美食，牛腿、辣椒一起燜，
房建文决定用传统烟熏的方法来制作牛腿。我们山区的比较寒冷，经常要烤火，这个肉啊，在火上就不容易那个坏。新鲜的牛腿要烟熏5到6天，当水分熏干，即可取下处理。把那个皮稍微软掉。这个已经烧好的了，把它烘干以后，过节啊、过生日啊，有贵客来啊，再拿出来吃的。等一下就很金黄色的了。可以了。要讲究时间，至少要15分钟。这就是我们姚家的智慧，这么难吃的东西都能够制作出来。山区一年4季潮湿寒冷，为了驱寒，辣椒成了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配料。这是我们种的灯笼椒，红色这些是熟了。这个辣椒呢，有散寒除湿的功效，高海拔的这个湿气比较重，所以说必须得吃点辣椒。焖好的牛腿色泽赤黄，空气中弥漫着肉香，杂合着各种香料，并带有灯笼椒呛人的辛辣。尝一口，肉皮弹牙粘唇，猛烈的辛辣味儿直让舌头刺痛。而疼痛过后，各种香料的混合充斥着口腔，刺激着味蕾，让口舌生津。老广们既能享受辣带来的爽快通透，对于苦也能以最大的心胸包容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啊35岁的黄长康是杜阮本地人，在一家卫浴设备厂当保安。当地的卫浴设备厂在行业内颇有名气，可是杜阮镇最为人所熟悉的是一种蔬菜。下午4点下班以后，黄长康总会到自家的菜地里忙碌一阵儿。黄长康所种的是杜阮镇的名片式产品杜阮凉瓜，大概2个月之后就能有收成了。苦字不好听，广东人便叫苦瓜为凉瓜。夏天，老广喜欢以清热解毒的凉瓜做菜，而杜阮凉瓜则是个中精品。杜阮凉瓜虽然味美，但却难种。黄长康所在的杜阮村种植大顶凉瓜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，瓜形肥大，肉厚色绿。在当地政府每年举行的凉瓜比赛中，黄长康所种的凉瓜因瓜形及重量都很出色，曾獲第2名。種涼瓜咧，最怕就係打風啊，同埋暴雨天氣啊，落嘅雨多，個涼瓜就會裂開、水腫。涼瓜1年可以種春夏秋3季，但收成得看天氣。依家種涼瓜好辛苦㗎，
啲後生仔都唔願意繼續種落去噶啦。我話利用空餘嘅時間嚟種下涼瓜咧，就等大家可以繼續食到我哋導演正宗嘅導演涼瓜。零手。打理自己的涼瓜，對於黃長康來說，其意義遠遠不止一項工作。所以，為了提高涼瓜的質量，他經常還要到處去取經。今年攞咗個第1名喎，係嘛？涼瓜比賽。我係第1名啦。咁你對種涼瓜黃長康上門取經，主要是想看看明嫂在涼瓜種植上有什麼秘訣。種嘅時候呢，要先種先啲涼瓜靚嘅涼瓜種。卡佢過紅瓜嘅時候呢，要俾啲葵絲啊，俾啲麻糊啊。哦，咁管理方面有咩秘訣？咁你可唔可以傳授下？在涼瓜收穫的季節，黃長康和其他瓜農一樣，每天凌晨4點就下地摘瓜，為的是趕上早集，趁着新鮮賣個好價錢。唉，呢啲咁嘅天氣，得到咁少瓜都係咁噶。咁嘅啊，涼瓜啦，呢嚟係涼瓜嚟噶喎，我覺得錄咗成屆性嘅書已經啊，有得摘都已經算係唔錯啦。呢啲文字靚啲啦。誒，4蚊啦，你清啦，4蚊係好錢嚟㗎，都俾4蚊錢價啦。颱風尼達讓黃長康的收入減少了大半，雖然收成損失了一點，但生活卻多了一層味道。雖然經常半賣㗎，個天氣好嘅話呢，就收益都幾好㗎，1萬蚊1畝地左右啦，所以呢就對家庭呢就幫助好大。涼瓜這種出身不好的食材，常常通過搭配其他食材以消解苦味。以老廣們喜愛的涼瓜煲湯為例，把涼瓜掏空瓜瓤，塞排骨、放黃豆、雞爪，再加少量黃酒，封口隔水燉4小時以上。涼瓜把排骨的油膩充分吸收，涼瓜的清冽與濃厚的肉香相得益彰，既消暑又解油膩。相比煲湯對避開涼瓜苦味的努力，冰鎮涼瓜則更顯其本真的面目。涼瓜切厚片兒，滾水中一戳，冰起來。蘸着一點芥末，在口中化開，即刻鼻腔通透。涼瓜的甘苦滋味，頓時變成一種難以言喻的享受。涼瓜與任何菜同炒同煮時，絕不會把苦味傳給對方，所以涼瓜有君子之德，又被譽為君子菜。雖然五味裡苦是不太惹人喜愛的，但時光總會上演先苦後甜的戲碼。老廣們喜食甜品，飯後吃一碗甜品，餐中的酸甜苦辣鹹就全部歸一。一頓飯，唯有飯後的甜品才能讓其圓滿。清熱馬蹄爽，好靚馬蹄糕啊，老細！清熱馬蹄爽，好靚馬蹄糕。馬蹄既可做菜，也能做甜品。用馬蹄做甜品是老廣們的拿手戲。傳統的馬蹄雞蛋糖水，
加入剁碎的新鲜马蹄，继成一杯马蹄爽。马蹄爽香、甜、滑，中间夹杂着马蹄的爽脆，既能解渴又能饱腹。特别是夏天，一口马蹄爽下肚，有如一碗清水淋下，暑热也就立即变得不那么要紧了。马蹄在老广们的食谱中这么重要，它是如何来的呢？韶关始兴县四面环山，典型的山间平原，有粤北粮仓的美誉。2010年，在外打工的曾茂华回乡租了400亩地，种植当地最有名的农作物。今年从年初到现在，曾茂华一直很担心，不知道土地给他的是希望还是失望。去年呢，我们是种了160多亩，那天一直在下雨，最后面才挖了不到1/5。万一今年再遇到这样的天气，那我们就真的没办法翻身了。曾茂华所说的就是马蹄。马蹄在始兴顿岗已有300多年的种植历史，产出的马蹄以果大、皮儿薄、肉脆、爽甜、多汁、无渣等特点著称。马蹄在水田里生长，从种下去到采收，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。曾茂华是一位建筑工，对种田可以说是从零开始。刚开始那时候，99%的人都不会相信我会种地，都在等着看我笑话。晚上回去经常一个人偷偷的流泪，但是我老爸很相信我，他是跟我讲，他说只要你不捅篓子，那就好了。秋日的燥风悄悄地送来寒潮，冬至之后，马蹄中的糖分最足，就可以采收了。这也是检验曾茂华劳动成果的时候。一大早，曾茂华就跑到地里和工人们一起挖马蹄。这土地呢，就是我们农民的金矿，只要你勤劳付出，就一定会得到回报的。马蹄性凉甘，具有清热生津、凉血解毒、通便清痰的功效。马蹄是植株根部膨大、储存营养的地方，一般在地下大概30公分处，挖起来相当费力。而马蹄上残留的泥土是马蹄保鲜的关键。我们不能把它的泥巴去得太干净，保住它的水分，存放是比较好存放的。曾茂华今年种了90亩地的马蹄，面积是去年的1半，但采收仍然是耗时费力的活。今年可以收到30-40万斤马蹄。每年这个时候呢，我每天基本都是要走40公里，2个大腿内侧都会擦烂。采挖好的马蹄，曾茂华全部放在干燥的房间里，直到被人买走。哎，你好，陈老板。像你今年的马是怎么样啊？好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这个是最大的果了，这个就是12个以内1斤的，是吧？那这个价位怎么样？这个价位现在应该是3.5块到3.7块这个幅度。那就这样，就脏了。好啊。每年看着自己的马蹄卖出去了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这个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。这些都是马蹄，大部分会被卖掉，另一部分曾茂华会用来做实验。因为我们农场种出的马蹄呢，我们想各种办法来开发它，一个是可以体验，还有一个是可以供游客尝鲜。
曾茂华承包这块地时，也办了这个农庄，一边种地，一边吸引游客过来消费。马蹄切片，拌以芹菜、木耳，下锅翻炒，继成一道既漂亮又美味的菜式。马蹄的甜，芹菜的脆，木耳的糯，加上点缀其间的胡萝卜，只是看一看，就有想吃的冲动。马蹄剁碎，混以肉末和马蹄粉，搅拌均匀，下油锅煎至两面金黄，即成马蹄肉饼。马蹄粉透明软糯，马蹄很难被糊化，煮熟仍然保持脆甜的口感，混杂着肉类的汁香，既爽脆又不怕肥腻，伴以扑鼻的焦香味儿，趁热最能打动酒兴。今天马蹄是餐桌上的主角，曾茂华邀上朋友一起品尝自创的马蹄宴。马蹄以其其貌不扬的可爱，甜蜜着老广们的胃和心。人们大都爱甜，但紫荆客家人却偏爱酸。紫荆南岭温凉湿润，非常适合一种广东家常蔬菜的生长。钟华秀每天下午都要去菜地里转一转，那里种着一家人的希望。今年菜不好，一点也不好搞，下了太多雨了嘛。最怕就是雨啊，太阳它不怕。地里种的是昼叶芥菜，因叶柄肥厚，苦味很淡，当地称为大肉菜。最后一次收回了。这个菜要是没有下雨的话，还可以吃它那就可以收获了。钟华秀早年在深圳打工，生产手袋，后因小孩出生回家务农，种植昼叶芥菜已有22年。11月末、12月初，广东地区进入冬季，此时就到了昼叶芥菜大量收获的季节。可是今年钟华秀却高兴不起来。今年菜最小的都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家里收了4000多斤甜菜，那个青菜的话1万多斤，今年一点都没有的，收200-300斤。在客家习俗中，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。田间地头连接稻巷，处处都能看到客家女性劳作的身影，钟华秀也不例外。芥菜通常被认为有提神醒脑、解毒消肿、开胃消食的作用。除了鲜吃之外，钟华秀还懂得另一种吃法。套那个袋子，那个外面的水不会搞进去。酸菜，当地人称为咸菜。钟华秀所做的酸菜在当地最有名。儿媳庄金花趁着小孩睡着的空档，也过来和婆婆一起做。要跟妈妈学，因为我们这个技术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。经常会帮忙呢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我老公要上班，是来帮我们的。他回来就帮，回来就吃饭，吃完饭就去玩一下。这个颜色就可以了，有一点点熟了嘛。制作酸菜的初衷是为了延长蔬菜的保存期限。在上千年的历史里，客家人对酸菜的感情从未减淡。1个星期就可以去卖了。这个菜已经长了金黄色，已经可以卖了，熟了吧？哎，阿嫂，今天的咸
菜出坛了哦。出坛了。哦，好，我来看一下，今年的咸菜好漂亮哦，哇，好香哦。由于中华秀做的酸菜质量好，起缸第1天就有人上门购买。咬下去会响的哦，爽口的。去年是卖什么价钱呢？也是这个价钱吧？去年比较低一点，是4开了。酸菜中的酸香是植物酵素自然发酵，使蔬菜中的植物糖分分解而来，所以只有经过精心腌浸的酸菜才会有这种香味儿。晚上，中华秀迫不及待地喊上周围的老人们一起来试吃自己做的酸菜。由于酸菜采用的是既干净又卫生的储存方法，所以营养得以升华。客家人最喜欢用酸菜和猪肚搭配，酸菜吸饱了油脂之后，更加激发本身的酸香，成为饭桌上的下饭利器。炒熟的酸菜，酸香味醇，清淡爽口，开胃生津。客家酸菜还有一种妙用，就是与鱼同食。河源万绿湖，水域面积370平方公里，里面有360多个绿岛，水质清澈纯净。这里出产的鱼和酸菜搭配，堪称一绝。这个大头鱼是万绿湖野生长大的，在我们这里呢就授勋进化授勋就2个月。鲜鱼去骨，用淀粉腌制待用。酸菜用高汤煮熟，装盘。把鱼肉煮熟，趁热淋上酸菜。酸菜的酸香与鱼肉的鲜香混合，充满整个空间。酸菜的脆成为第一波口感。接着而来的微酸及微咸，让唾液迅速分泌，胃口大开。嫩滑又有些许弹牙的鱼肉，成为第2波口感。鱼肉和酸菜同吃，其味更佳。酸菜酸香好吃，食物本身的转化让芥菜获得新生。正如我们的生活，在流转中越变越好。酸甜苦辣各种味道，唯有咸能调和均匀。惠州客家人深谙此理。好久冇看过你哦，今天好感謝你哦。當時嘅時候同你下3日計，冇計就3日計，我就冇檢時檢驗。 61歲的高燕來自己開了一家飯店，而飯店就是因為那3隻雞而來。他這次是專程來看望這位朋友的。從市場出來，高燕來又來到位於惠州羅浮山山腳下的養雞場。高燕來17歲時進入當地航運局工作，84年轉行裝修行業。養雞是從2003年才開始的。这里差不多2000多只了。这个是阉鸡，专门养的来做阉鸡粥。这个鸡是本地的土黄鸡，养了150天到160天，
是最好吃的时候。它比你还要快哦，哎，全走了，哎，好难抓。哇，这个巨难抓啊！哇，满山跑，一次要抓200只鸡左右。高燕来养的鸡主要供应自家的饭店。2000年，高燕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装修行业转做餐饮。有一个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刚好袋里是没有钱，就去到我朋友那个店和他赊了一个鸡。我们呢做腌鸡粥，我女儿说哇好吃得不得了，我们就开始来卖腌鸡粥。开始的时候呢，袋里剩下不到300块，又去赊了3个鸡。煮好的腌鸡粥，清香扑鼻，鸡肉既嫩且滑。更妙的是粥水，吸收了鸡肉及油脂的精华，变得更加鲜甜。因为用料新鲜，味道纯正，所以食客也是络绎不绝。2010年，高燕来在郊区租了10亩地，办起了农庄。主菜仍然是在荔枝林里养的鸡。盐焗鸡有300多年历史，用盐炒盐把它来焗的。相传客家人在南迁途中，活禽不便携带，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中，便于长期储存。食用时再用沙包煨熟，就成为了著名的盐焗鸡。高燕来做的最好，客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用传统方法做的盐焗鸡。我爸、我爷那个年代他们怎样做，我们必须要找回以前的味道，就是老祖宗的味道。这个鸡放到上面，尽量保持食材的原味儿，是高燕来做菜的原则。现在是高火，等一下就是中火，慢一点就是小火，整个过程45分钟。好了，做好的盐焗鸡，打开外包的纸，一股浓香喷薄而出。淡黄色的鸡身让人食指大动，恨不得抓住就要下口。这时最适合趁热手撕，吃上一口，鸡肉淡咸嫩滑，骨头酥脆。高燕来除了做盐焗鸡拿手之外，另一道惠州客家的传统菜式也被他用来招待客人。做这道菜得用上好的鸭蛋，这里好多蛋哦。哇，这个蛋可以哦，那个蛋青可蛋啊，钙质啊特别丰富。鸭蛋大小适中，里面包着蛋黄的膜也比较坚韧，非常适合做酿春。酿春在客地历史悠久，是为小朋友庆祝生日的专有食品。做酿春可是个细致活儿，高燕来做的时候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做个酿春给小孩吃，像春天一样生气勃勃，那个意义很深远。最主要的是不要把它的那个皮搞坏了，你搞破了以后，这个肉馅啊，它就不能包容在一起。好了，酿好了，开始煮了。做好的酿春拌以粉丝，下锅同煮。高燕来煮酿春也很讲究，
这个水一定要煮开，才能放鸭蛋，慢火养熟。因为蛋白熟了，肉不熟，肉熟了，蛋白就老了。酿春煮熟之后，鸭蛋粉丝的白与葱花的绿相映成趣，既清且淡。蛋解了肉的腻，肉增了蛋的香，粉丝完全就是配角儿。一口粉丝，一口蛋，再喝一口汤，春天就像在嘴边萦绕。老广们追求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儿，好的食材只需一点点盐，便能激发食材的本味，淳朴纯味才是真性情。五味调和是境界，是理解，是手段，是中庸之道。陆河的客家人不经意之间一直在实践着。每天中午，刘世勇的擂茶店就会迎来大批的顾客，夫妻俩忙得不可开交。1990年，陆河人刘世勇从学校出来做建材生意，因为年纪太小，做生意不上路，又转做餐饮。1年前才从家乡到这里开了这家擂茶店。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把我们这个陆河的擂茶，能够让更加多的人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食品。没想到一做呢，就这么火了。我每天呢要像卖擂茶，是有500-600碗的。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擂茶？擂茶是用什么原料制作的呢？汕尾陆河是榕江和罗河水系发源地，具有独特的客家风情和古老文化，有客俗桃源之称。我们这里呢，大家都吃擂茶，每家每户都会做的，都是上祖一辈一辈这样来传下来的。冬至大过年，刘世勇也从深圳赶回来，和家里人一起过节。这次回家，刘世勇想要做一次特别口味的陆河擂茶给家人品尝。陆河擂茶已经有近400年历史，是客家擂茶的传承和异化，是在最初的药饮方式上改良而得，是我国最早的饮茶方式。陆河四面环山，刘世勇要到山上找一种当地人才会用的植物。这是我们要找的枫树叶，我们可以采一点那个枫树芽。枫树叶，中医认为其具有祛风除湿、行气止痛的功效。刘世勇采集完足够的用量，又来到一片菜地。这个是艾草，艾草呢就是清明之前的艾草，它是最好吃的。擂茶里面如果少了艾草的话，就不称作是油茶了。通常说的陆河擂茶有2种，只用花生、芝麻和茶叶做的叫擂茶，用新鲜植物叶子做的称为油茶。陆河人最喜欢做好擂茶，喊上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一起聊天吃茶，是打发闲暇时光、沟通感情的最好方式。我们陆河人呢，爱喝擂茶，像这个珍珠菜、三不合之类，我们在门前屋后都有种一些来做这个擂茶的材料。
陆河擂茶一般使用艾草、薄荷、紫苏等当地常见的中草药为原料，所以被认为具有清凉解暑、健脾养胃、滋补长寿等保健功能。正是发现了擂茶的功效，刘世勇于2013年在当地开了一家擂茶店。在刚开店时，刘世勇做的擂茶味道其实并不好。做擂茶的8、9种材料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做出来的味道不太好喝，所以呢，我就去问一下那些年长者。阿叔，去探索呀？喺度學流馬。學流馬。還有呢，紅薯葉也可以。紅薯，紅薯葉，對，都可以做。係啊。這個材料呢，要30種。客家居域多崇山峻岭，张力流行，加上要经常劳作，喝茶不可能过于精细，所以擂茶在当地非常盛行。在农村，男人在田间地头劳作，女人做好擂茶为丈夫送饭是常见的风景。好，来两位，好，拜拜。新鲜的油茶原料炒熟，去除腥味。刘世勇将炒熟的原料放入内面带槽的瓦钵，用木棍冲倒。这是一根擂茶棍，是用山苍子木或者是樟木，在擂茶钵里面搅的时候会产生了粉末，这些粉末你把它吃掉就可以了。客家人吃擂茶呢，中午那一餐是为主食。上午10点钟或者下午3点钟这一餐呢，当做这个点心。制作油茶的各种材料没有固定的配比，根据个人口味可多可少，直到各种配料完全捣碎，倒入开水搅拌均匀，油茶就做成了。刚做好的油茶，颜色翠绿，气味芬芳馥郁，味道复杂。来，大家来，按脚啊！对，我们炒好的菜呢，就可以掺在一起吃，可分可素。薄荷的清凉，艾草的苦，珍珠菜的甘混合在一起，饮之层次丰富，既能解除油腻，又能让肠胃清爽。佐以炒米、花生仁、青菜等料，更是色香味俱佳。擂茶，取之于山野，烹之于征途，是客家人的瑰宝，是跋涉者的源泉。陆河擂茶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食物和五脏之间有座桥梁，吃对味儿了，五味与五脏相合相生。做菜如能做到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，将是做菜的最高境界。人生在世，五味杂陈，如同烹饪，也许五味俱全的人生才算完整。